欢乐秀，欢迎各位收看 MC 今夜戏有笑。今天的主题是活人感，敢不敢？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特别有活人感的王天成、戴军老师、李乃文。我呢演了很多年的年代剧，我感觉我爸应该叫王建国，我妈叫李雪琴。这句话我就不同意，狗活怎么了？脱口秀猴都能活着，还差狗吗？我们节目成功请来了瞿颖的周边戴军。我只知道睡过是不能说的，难道现在没睡过也不能说了？我是一个粉红色的草莓小蛋糕。别再整这些脏东西了啊！小心，脸心，大心。谈心，我的哥这都不是活人感，他就是老人感。人老了啥都敢。我们不怕收官的钟声太吵，再吵都没有大张伟和付航的声音吵。最后一期马上杀青了，我想问的犀利点啊！跟我说是换人了，说后面还有40多期，这是年番啊！哎，不是又干嘛呀？又去哪儿啊？有请付航、大张伟。大家好，我是大张伟。大家好，我是付航。是啊，欢迎各位收看 MC 今夜戏有笑。我们两个就是大家好。今天是咱们最后一期了。哎呦，哎呀。大家感觉好，真的是，哎呦，你看，反应这么热烈，说明什么？今天是活人感特别强，哎，当然了，各位都是大活人呐，对不对？一看就这么有活力。哎，我测试一下吧。既然说有活人感，那朋友们喜欢我们节目的，请举手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太假了，他没有举手，他说什么破节目，就是太假了。只有这位女士有活人感啊，真的，其他人都是非常真实。就是各位一定要抒发心扉，是不是？对，要说呢，其实咱们两个也要互相开麦一下，说一下彼此的优缺点，是不是啊？这么着，我说你一缺点，您说，一个缺点哪够啊？对不对？能缺什么呀？是不是？就顶多就是说什么缺心眼儿啊，绝对不说这些。关键人有优点呀，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什么？你有一个好搭档，怎么样？这个优点哦。但是我觉得活人感是真实的，是敢于暴露自己瑕疵的，有鲜活人味儿的。真的，现在很少有人敢暴露自己的瑕疵。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是像大老师这种，就上个世纪出道的艺人，对，他们才是真正的有活人味儿。是，为什么他们不敢暴露自个儿瑕疵啊？是因为他们都太完美了，对不对？都太完美了。哎呀，真的是完美了啊！给您多少钱？您这么说，我给您点钱，要不然您夸夸我。的事儿。如果现在真想看有瑕疵的艺人，就看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其实就可以了。他们对吧？你看有微瑕、全瑕的，都有，是不是？那么这个，关键是今天的主题是活人感。敢不敢？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特别有活人感的。第一位嘉宾就是王天成，是的，之前演过《芳华男二》，今年靠《纯真年代的爱情》男二爆火啦，被称为天选年代剧演员，国民姐夫。演男二还能这么火，真的是男二当自强啊！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有请把半把年纪活出一把年纪的国民姐夫王天成。见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是王天成，大家好，晚上好。谢谢您，待会儿现演出了，谢谢。哎，真的，天成是90年代出生的，第二位就更厉害了，他是90年代出道的，哎，他是歌手，哎，也是主持人，哎，对，还写过书啊，爆料咱们这个娱乐界有很多特别可爱的段子，哎，他就是我们的段王爷啊。然后，但是呢，在我们北京啊，他这个岁数叫大爷。那么，有请我们这位大爷戴军老师。戴军老师，大家都多爱你啊！戴军。各位好，
我是戴军，真的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他们2个粉丝，大张伟大家知道我迷他迷了很多年，付航呢是我去年开始迷上的，因为太喜欢付航了啊！谢谢付老师，是，谢谢戴老师，谢谢。下面一位嘉宾是戴军老师的同龄人了，50岁正是闯的年纪，从影视圈闯到综艺圈，因为口误捅了不少小娄子。把小树杈说成了小裤衩儿，还把 CP 给说反了啊！我现在特别好奇，今天他会捅出多大的娄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乃文。大家好，我是李乃文，欢迎李乃文先生，期待您今晚的精彩表演，请入座休息一下。好嘞，是的，那么今天看到呢，我们这个就是说特别像亲戚的专场，是不是？对，有姐夫，有大爷，有叔叔，当然，其实还有另外2位脱口演员呀。一位是最近当爹的阎鹤祥，你看到没有？没想到。捧哏居然当爸爸了，当然了。除了咱们阎老师呢，还有最近在年代戏里表现非常出色的天选老姑，大家知道她是谁吗？李雪琴。真不愧是最后一期，来的都是家人，感觉下一个环节我们就要卖保健品了。是，但是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呀？是非要播报了，大家喜欢吗？喜欢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要宣布个大事儿了，当然了。新鲜蓝莓超大颗，安慕希有料超好喝，感谢超好喝的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有事儿就问小红书，活人答案靠得住，感谢答案都是大活人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飞鹤顶配地萃突破性母源自护，本节目由更强自护、更好吸收的飞鹤地萃奶粉赞助播出。刚才说到这个保健品啊，今天那个播报员确实有点需要保健品了。一位是嘻哈，前几期呢他是骨折了，一直来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王悦，刚刚做完手术也来参加节目。他们2个呀，真的非常符合这非要播报的这个2位了，因为2位是高能量，比咱们2个更有活力，必须的。普通人有一些人可能上班的时候感觉自个儿是活人微死，但是今天他们2个是满血复活，让我们有请嘻哈王悦。欢迎大家收看本档没预告、没时效、也没有猛料的非要播报，我是王悦，我是嘻哈。本期的主题是活人敢不敢？这充分体现了现在做人也开始消费降级了。以前追求当富人、美人、体面人，现在只要当活人就行了。就拿我来说吧我也是刚活。因为刚刚我做完一个生死攸关的小手术，我现在只要能在这坐着，我就感觉很有活人感了。已经在这，我要非常感谢我的主治医生，因为他非常擅长给我整活。那手术成功了吗？你说呢？没有成功，我们2个人坐在这里聊什么呢？先不说我的事了，说最近的新闻。最近活人感最强的综艺应该是 Papi 酱的节目。模特瞿颖凭借活人感翻红。经纪人一度求饶说不要再介绍工作啦。瞿颖说了我不想上班。但是我们节目经过充分的沟通和争取，成功请来了瞿颖的周边戴军。周边戴军，哎呀，因为瞿颖说了不想上班，别瞧不起人。戴老师最近也很火，他自曝有一年某卫视跨年晚会，结果苏州寒山寺钟声信号中断，其他人默不作声。戴老师为了不能场，用嘴模仿钟声，咣咣咣。然后第2年人家就不让他来了。以后的初中课文上估计有这段沪中友善口技者，姓戴名军，一桌一椅一麦一阵配音，丢了一份工作。
不但如此，戴军还在节目上讲别的老艺人的事，这也收获了很多关注。这充分说明一件事，就是内娱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还在靠上世纪末的老人撑着。如果一个人做手术昏迷了20年才醒，现在打开手机一看，他会不会觉得还没有昏迷？因为热搜上还是瞿颖、戴军儿，春节档还是成龙，华语乐坛还是周杰伦、林俊杰，刘德华还在唱恭喜发财，中国队还是没有重复压轴。停了啊！咱们节目只允许讲到这里。哎呀，我说的是英雄联盟，还在被 faker 打。英雄联盟啊，对。不过英雄联盟最近拿冠军了，并且终结了1036天冠军荒，而且上单选手兵非常有活人感，他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我是世一上，我依然是世一上。”有没有可能我是历史第一上单？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兵，因为电竞是线上游戏啊，我们也是通过了线上邀请，请看大屏幕。喜有秀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电竞选手华兵，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队伍都是这种氛围，就是大家赢了一起狂，输了的话我就自己狂。不怕，因为我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把舆论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吧，好让队友去安心打比赛。就至于舆论是怎么来的，就不要再问了。好的，谢谢阿斌。虽然不是第一个冠军，但却是中国电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我们综艺赛道也有很多活人，比如50多岁勇闯综艺的倪乃文，就曾贡献撤回烟的名场面。再比如被吐槽修音严重的唱跳舞台，也要玩真的了。近日，浪姐7节目组采用全程直播无修音的颠覆性赛制，看看谁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谁是调音修图的哥哥。既然没有修音，那一定要那种特别有实力的选手才敢去。我觉得韩红老师可以申请出战，我想看韩红。我看你像韩红。哎，你是怎么发现的呢？实不相瞒，我早就想模仿韩红参赛了。什么王源，你要干什么？王源，等一下，不，我们现在在播报。什么都先不管了，亚拉桑。别唱了，他甲状腺刚刚好，他扁桃体又给弄坏了，怎么办嘛？好了，回来，眼镜甩了。说回今天的主题，活人感。年轻人越来越喜欢活人感，所以主打真实的年代剧也越来越受欢迎。近日，纯真年代的爱情的演员王天成也被翻出来，很有活人感。他去机场被粉丝围堵，保安架得太紧，别人还以为犯事儿了。感觉我刚犯了事儿。今天我们就请来了爆款年代剧《纯真年代的爱情》里面天选 CP 中的姐夫王天成。哎，姐夫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姐姐怎么没来啊？哎呀，没事，今天还有别的演员也有 CP。有请著名相声演员阎鹤祥。也是一个人来的嘛？哎呀，还有我们脱口秀的老朋友天选老姑李雪琴，他竟然也是一个人来的。今天第10期了嘛，也能看出节目那个预算不足了 ，CP 都是半个请的。但是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有些 CP 是会散的，哎不，但有些人会一起越走越远。比如我们俩的 CP 就永远不会散，大老师和付航的 CP 大家好也不好说。但喜有秀和观众永远不会散，不管有没有人看，就是不会散。后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喜剧节目，我们两个也会一直陪着观众走下去。山高路远，我们不见不散。这2位搭档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可爱了，是不是啊？的确是。但是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这个脱口秀的环节啦！哇，是的啊！当然呢，这一位他没有搭档，啊。大老师这么太刻意了啊！啊，你说我针对谁啊？对，我没说阎鹤祥啊，我没说阎鹤祥一人来的呀。
但是阎鹤祥最近有一个新的身份，哎，他当爸爸了他现在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车见车不见了。哎，为什么呀？因为他把摩托车啊贱卖了。哦，哎，他要回归家庭了。是的，现在就来有请我们的新爸爸，就是我们的阎鹤祥。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感谢大老师和付航的介绍哈，是，当爹了，身份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了。以前录节目啊，生怕自个儿录出爹味儿，现在不一样了，有孩子了，爹的合理合法。每天我看着我的孩子呀，我就忍不住想说，哼，现在的年轻人啊，太脆弱，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哎，我孩子现在确实每天都会哭。饿了也哭，渴了也哭，想上厕所的时候还哭。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我有个解决办法，就是他一哭我就跟着哭，然后我一哭孩子就不哭了，特别懵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咱俩谁是谁的爹。但这招不能老用啊，容易家里乱套。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查，孩子老哭怎么办？我妈也在网上查，孩子老哭怎么办？都知道今年春晚没有相声吧？但你们不知道，今年春晚被毙掉的最后一个相声是我的相声。真不是我没有能耐啊，是因为春晚彩排的时候，那时候我媳妇儿刚生孩子，我真的特别的忙，我是凌晨改本子，白天陪媳妇儿，晚上哄孩子。媳妇儿后来特别体谅我，跟我说：“鹤翔，专心研究春晚吧。”别惦记孩子了。春晚把我淘汰以后，导演组也跟我说：“鹤翔，专心研究孩子吧，以后就别惦记春晚了。”这2年我确实尝试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也被很多观众看到。前2年我在这儿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的节目，被马东看见了。他说：“哎，你这脱口秀说的啊，能演 sketch。”你说这不骂人吗？我当时我就回怼了他，我说：“马东，你看人真准。”今天聊一聊活人感。其实李乃文老师就挺有活人感的。我跟你说，他在真人秀里边总闯祸，特别出圈。我自个儿也到这个年纪了，其实我特别的理解他，他是不得已。就像我爷爷小时候家里养那个鱼。新买的鱼啊，漂漂亮亮，活蹦乱跳。老鱼要是在鱼缸里不动，就危险了。鱼缸里那么多鱼，是不是显得老鱼就很多余？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是真的那么爱在综艺里边找存在感吗？真的不是，我们是不得已。我一直深耕线下剧场，乃文老师也是深耕自个儿的影视，被别人看到了吗？根本就没有。是我们不想吗？是大伙儿不想啊。其实要我看啊，活人感其实就是真实，不在乎暴露自个儿的缺点。你就拿我师傅郭老师来说吧，他这人就是个工作的机器，不近人情。师兄弟们提醒他多少次了，他依然每天就是为了中国的相声呕心沥血，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你看，这就是暴露了自个儿的缺点。我刚才也暴露了我们单位溜须拍马的风气，多有活人感。德云社，一家有活人感的公司。当然，有时候太真实了也不好啊。就拿戴军老师来说，一个主持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天天在节目里聊别人的事儿，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往外抖，这点就不如我们相声演员。有人来问我们八卦，我们都义正言辞的就是那3句话。哦，是吗？没听说过。等人都散了以后，我再一把抓住那个人，咱们书接上回。王天辰，因为电视剧里一个 CP 让我们都认识了他。CP 我了解啊，这个东西绝对靠不住，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有一个人会变得更红，
然后拍戏上综艺。另一个人呢，就在原地等着，越吃越胖，没有活干，眼巴巴的等他回来。都听出我说的是谁了吧？就是李雪琴和王建国。现在大家喜欢的还是活人感，艺术看的其实是个性的表达。我也反思，我们在这方面做的确实还不够，还是太传统，还是规矩太多，教条太多，爹味儿太多，应该少一些爹味儿，把它传承下去。我说的不是相声啊，我说是教育孩子啊。孩子出生以后呢，我确实把摩托车卖了，不是因为缺钱啊，大家不用替我担心。我觉得我该收一收心了。媳妇儿还问我说咋的，不骑摩托车环游世界了？我就绕着他们娘俩转了一圈。我说环游完了，你们俩现在就是我的世界。我媳妇儿跟你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媳妇儿跟我开玩笑着说，卖个摩托车你还上价值，真没活人感。我说真不是，其实在我最感觉有活人感的时候，是咱们女儿出生的那一刻。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啼哭的时候，我感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那个才是人最初的活人感。成年人，我们压力都很大，有时候得绷着，得忍着，得受着。饿了、渴了的时候想哭不能哭，但是我们在孩子的时候真的是想哭就哭啊。我30多年没哭过了，但是在产房里边看着我媳妇儿抱着我女儿那一刹那，我泣不成声。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娘俩，让我找到了最初属于我的活人感。我把这个段子在家跟我媳妇儿讲的时候，我媳妇儿也很感动。她说：“贺翔，其实你最有活人感的时候，就是你脱口秀的结尾，真不可乐呀！喜剧和春晚都别研究了，专心照顾孩子吧。”谢谢大家，我是严鹤翔。谢谢严鹤翔，谢谢严老师，全场朋友们，咱们来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幸福的家庭真棒！哎呦喂，我是爸爸，这位严爸爸好，哎呀，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啊！严老师就是为了养孩子，不做了很多的努力，不光卖了摩托车，还写了一本书，叫《丢掉摩托》。跳进那绿海，绿海，哎，听起来感觉就是炒股赔了。绿色的海是什？为什么呀？路上有一段旅程，边上那海水特漂亮，是绿色的，然后就想把摩托车一扔，跳进那绿海。哇，这太棒了！啊，正好您说到这儿了，就我们特想听听您这个骑行的时候遇见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最好玩的一件事是我在美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呢，大家会把骑摩托车自个儿失败或者出事儿的一些装备挂在那棵树上，什么轮胎呀、或者挡泥板啊，撞碎了就挂在树上。哎，但是我的摩托车没出事儿。哎，后来我就把我的裤子脱下来挂在树上。当时美国人也问你说为什么脱裤子？我说中国有句老话，输的连裤子都没有。那您刚才说特别幸福，家里生小朋友了，那后边会不会带着小朋友一块骑行啊？会的，一定会。等大了以后，是他带我，我带他都行。哎，温温馨馨到天涯，是不是？真好。那接下来希望你们写这种书了，是不是？又温馨又能一块旅行的书，好不好？是的。谢谢我们的严老师，谢谢，谢谢。严老师讲的特别好，是不是？这就是活人感，家里大变活人，是不是？非常棒。下一位特别厉害了，当然了，他不仅有活人感，下一位还有叔感、姐夫感，尤其是人夫感。他在剧里和郭晓婷的 CP 特别火，他俩已经是2搭了，网友都十分期待他们3搭。有请有一搭还有一搭的王天辰。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呢演了很多年的年代剧，演得多了，这个气质呢就会有一点老派。我感觉我爸应该叫王建国，我妈叫李雪琴。现在呢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演这些年代剧，像乃文哥啊、戴军哥啊，反而都不演了，都要上综艺，是不是？那可是呢，这些年代剧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挑战。
他们现在都是什么比如说撕名牌呀、你画我猜呀、朝人泼水呀，这些有挑战。甚至呢，还有一些这种可爱的表情包，就还有那种好像更有挑战，是吧，乃文哥？那今年呢，我还在这个《纯真年代的爱情》里面和郭晓婷饰演了一对 CP 啊，我们演的是夫妻，先婚后爱，又是这种霸道的爱，也是没有想到网友会真的非常的喜欢这种虐。说到虐，还有另外一个虐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想。那就是一人苦守，爱而不得，望穿秋水。这个故事的取材就是源于阎鹤祥的人生。为了等他，把摩托车都给卖了，纯真年代的相声。有人喜欢我和小婷的 CP。戏外也有人管我叫姐夫，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尽姐夫。有人喜欢还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挺尴尬毕竟一边喊我姐夫，一边表达对我的喜欢，还是有点怪的。那之前呢，有一个男的就在机场喊我姐夫，他是用那种粗犷的声音：“姐夫，我喜欢你。”当时真的是把我吓一跳，这路人看到我的时候眼神都变了。所以说这个机场还是不要大声喧哗，更不能这么爱姐夫。说到 CP 呢，我还是得学一学雪琴。雪国列车毕业之后呢，也不气馁，奋身投入到了演艺事业不仅综艺越来越多，还和蒋奇明拍成了吻戏。真的是非常羡慕但我不是羡慕他和蒋奇明吻上了，我是羡慕他的综艺非常的多。我呢就没有很多综艺，毛血旺约我不过这些年也是稍微好了起来，这个我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你像最近接机的这个阵仗也是非常的壮大围上来的人呢，他都会就是怼着我的脸去拍就这样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偶尔会做一些 OOTD 然后做一些这个妆造全妆出场，但是他们就会拿这种高清的相机来拍我的鼻孔。终于呢，最后我也是明白为什么好多艺人在机场的时候一定会戴上口罩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做鼻毛管理，就得这样。对，然后呢，也可能呢是想拍这种小孔成像。我确实是这1-2年才开始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人。有一次活动呢，要求素颜出场，出门的时候经纪人就说：“要不你化个妆吧。”我说：“我就不用化妆了。”结果我一下了电梯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在拿那个小手电在这补妆，这我才知道，原来素颜是素颜妆。肿着脸我就上台了，那这下可好了。我只能拉长我的人中，假装乃文哥了。有些人说我这个长得还是比较适合演这个年代戏，我也非常理解，就是说我土，有点土。那其实每个演员呢，都有适合他的角色。那长得洋气呢，就多拍一些现代剧；那长得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没有，就这个多说一些脱口秀。这个相声搭子不在的，脱口秀也会多一点。年代剧这几年呢，确实是有很多人爱看，因为现在人的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在钢筋水泥里面加班，也是反而会喜欢这些年代剧，带入了自己，想活在过去。那我们就多拍一点70、80年代的故事，那我的活也在过去。也感谢各位的喜欢，这个通告确实也是非常的多，也希望未来的通告也会很多。那我也想说，我的活也在未来。
那谢谢大家，我是王天辰。我跟天辰之前一块儿拍了一部戏，是，对对，我们在里边演2个角色，对。然后如果您需要粉丝的话，我也非常愿意就给您充当一下那个保安。对对对，架着我走，我护着你也行，我追您也行，都行。行，对对对，保安不是，这会儿就是追着我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您这个搭档，然后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 CP 的这个感觉。是，这已经是2搭了。他们问有没有3搭？哎，3搭。对，3搭，王心凌，哒哒哒，3搭哦，3搭，请大家敬请期待。行嘞，非常感谢了。然后希望后边有更多各种各样的特别好的那个角色，每过1年都能出新的称号，好不好？祝贺您啦，谢谢，谢谢天辰。接下来啊，就是我们雪琴来啦，哇，雪琴来啦。雪琴这2年都特别忙啊，上综艺、演电影、电视剧，发展都特别的好。哎，那咱们就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李雪琴。大家好，我是列雪。感谢你们还认识我，感谢。哦，是啊，是。这个，我也辛苦了。这个王天辰呐，确实跟我说好几回了，很羡慕我跟蒋奇明拍吻戏，确实想拍。你要不真的，一会儿我传递给你。好久不见了啊！这几年呢，我跟脱口秀都成长了。脱口秀从1个节目长成了2个节目，我也成为了2期艺人，那边录1期，这边还得录1期。但不光我一个人挣2家钱啊，阎鹤祥也刚从那边回来。前一阵我看阎老师接受采访，他说他见过脱口秀的好东西，所以知道自己不适合干脱口秀，不想在这个行业苟活。这句话我就不同意，苟活怎么了？脱口秀猴都能活着，还差狗吗？再说了啊，你说你这话说的挺高风亮节的，哪个活你也没落下呀？哪个节目不都去吗？啊，不会苟活，但会趴活。每天往那一趴，各种脱口秀节目抢着请他当嘉宾，你这叫啥狗啊？贵宾狗啊！所以要我说，阎老师啊，你别太悲观啊！人离开自己的搭档，还是能活得很好的。你看军哥离开了静姐，那静姐不也活得很好吗？当年呢，军哥啊跟静姐一起做超级访问，后来这节目做不下去了，静姐就自己做了非常近距离，跟戴军保持非常远距离。军哥，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超级访问为啥不行了？到底是谁不行？算了，你也别问了，你也不会访问。不过啊，军哥很坦诚，他说了，当年超级访问这个节目能火，全是靠静姐。但我觉得其实搭档啊都是相互的，因为也有人问过静姐，说当年这个节目是不是靠军哥？静姐说。靠！但这2年呢，人军哥醒悟了啊，不能老靠静姐了，因为静姐也不红了。他就跑去问 Papi 说 ：“Papi， 我能靠你吗 ？”Papi 说：“这个军哥啊，靠 Papi 翻红了之后，好多人说军哥这辈子事业发展全都是靠女人。其实啊，军哥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啊，分别是阿莲、DJ 版阿莲、Disco 版阿莲和综艺合唱版阿莲，而阿莲也是一个女人。就这首阿莲呢，军哥唱30年了，莲姨今年也快60了吧。军哥还在那唱呢，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啊，你真挺要脸呐。
了，军哥也独立过啊，当过主持人啊。当主持的时候呢，不是报错过幕，就是在舞台上睡着了。就军哥犯这些错误，搁别的行业早就开除了，但在我们行业叫有活人感，哎，大家更喜欢了。你们看啊，娱乐圈就是这么神奇，有时候你业务能力越差，业务能力就越强。值得深思啊，这句话哈。行，给你们留个鼓掌口。我现在这都跟王天辰学，现在搁台上这么随意，就是。当然了啊，也有业务能力真强的李乃文，实力派演员啊，演了一辈子戏，现在的代表作是《五哈》和《地球超新鲜》。我跟乃文哥也录过节目，他这人呢，就是又爱玩又玩不明白，老输，玩赖都输，输圈天菜。跟人家白宇一块直播，人弹幕说：“白宇，你比个小树杈。”乃文哥挺热心，帮着念：“白宇，你比个小裤衩。”要不说人乃文哥有天赋呢，字儿还没认全呢，已经学会擦边了。当时呢，场面也是一度十分尴尬，大家就纷纷救场，呼吁网友点赞、点关注。乃文哥说：“那我也点点啥吧，给自己点一根。”不过啊，你看他干这些事儿也没有人怪他，毕竟岁数大了啊，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吧。乃文哥这都不是活人感，他就是老人感，人老了啥都敢。我真羡慕，真的，我老了我也这样，我要让娱乐圈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李乃文，还有李奶奶。但是可惜了啊，我现在岁数还没到，要不然我现在就让王天辰给你们比个小裤衩。这个。王天辰啊，最近因为跟这个郭晓婷的姐姐姐夫 CP 爆火，今天到这儿还问我怎么能上综艺。我想问他怎么才能演好戏，只有戴军哥想问他哪儿还有这么好的姐姐。还有吗？很多。王天辰这个戏呢叫《纯真年代的爱情》，这种年代剧讲的就是咱们父母那代的爱情故事。想把父母这种角色演好，那就很有挑战了啊！首先，你得知道孩子需要什么，陪伴和守护，你明白我意思了吧？哎，对，就是飞鹤顶配荠萃的守护。飞鹤顶配荠萃，突破性母源自护，新鲜原料自产，更新鲜，更好吸收。这知识你就学吧，演父母用得上，当父母你还用得上。其实王天辰以前演过很多大戏啊，《芳华》，我和我的祖国，《庆余年2》，谁也不知道。你看你演了这么多年戏，能怎么的呢？你出了名儿才有活人感，不出名儿你就是上五哈之前的李乃文。现在呀，天辰红了，小时候的事儿也都被翻出来了，说他高考的时候啊。听到鸽子在外边咕咕的叫，一下就走神了，导致的高考失利。咱也不知道那精神咋那么薄弱，你是杨过呀，一个咕咕就给你整懵了。天辰，你跟军哥你俩挺配。王天辰高考走神了，戴军主持睡着了。你俩要是早点认识乃文哥就好了，他能给你俩点一根精神。其实这2年内娱确实很推崇这种活人感，越活越值钱。内娱现在真成卖鱼的了啊！观众就搁那挑，这条不冒泡翻白了，这条能蹦的翻红了。不过呢，其实活人感也挺难的。我有时候就想活人感一把，第2天一看评论，恨不得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展示的真实都是有限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活人，尤其是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你又得敢说，又得能播。毕竟要是太活人了，那肯定就是没有活了。谢谢大家，我是叶琴。
哇塞，雪琴！哎呦喂，我好久没看雪琴那个脱口秀了。哇塞，每一个炸点都这么准，是不是非常棒？是，本来我也挺紧张的，你坐在这儿我也很有安全感。我感觉你最近几年一直在拍戏。也没有一直就是我老张罗说自己在拍戏。其实就是说这2年拍戏，然后这2刚才又说那个您最近那个戏被叫做什么老姑？国民老姑，对，天选老姑啊，天选老姑是怎么很开心嘛？就感觉这个角色大家被承认。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就是也不枉自己长得这么的有年代感，很感谢。而主要是我更开心，说天辰说我可以是他的妈妈，我羡慕。人又更美了，然后戏路又更宽了，让我们衷心祝福吕雪琴就来吧。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啊，这位你们知道，早在10几年前就有人办过这个脱口秀专场，他是谁？罗永浩。不是戴军老师啊！真的？对，反正他自个儿这么说的啊。然后有一个专辑，全中国销量是第1名的。阿莲，对，这是他自个儿说的啊。你们知道，而且全中国第1代海豚训练师。这些都是真的假的，还是一点都不挨着这个？真的，他是海豚因为咱们昨天去问海豚了。那行吧。是戴军啊，是都是他自个儿说的。既然都是戴老师自己说的，他这么会说，请直接让戴老师上场吧！掌声有请！嗨，大家好，我是戴军。我呢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一个老艺人。最近呢，听到大家都说因为活人感而喜欢我。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年轻人对我的喜欢，谢谢你们，谢谢。但是你们形容我的词都很难听啊，什么考古啊、活化石啊、娱乐圈什么远古真人呐、感觉这个考古学家一锤子掘下去，哟，霸王龙，哟，三叶虫，哟，戴军。现在的新人，我跟你们说，就2种，一种呢是刚出道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刚出土的。活人感这个词儿呢，在王天成这个年龄说就是精神状态，在我和乃文这个年龄来说呢，就是身体状态。他们俩呢被称为数学天才。说到李乃文呢，我是能理解的，这个头发都白了，双打的菜嘛。说到这个王天成，年纪轻轻的，怎么着，书圈也做预制菜呀？俩挺逗的，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的节目，一个30岁爱闯祸。一个50岁爱闯祸，我从30岁闯祸闯到50岁。前几年呢，我主持了一档卫视的跨年晚会，0点应该是直播寒山寺的那个敲钟，结果当时只有敲钟的画面，没有声音。我灵机一动啊，用嘴咚咚咚，全场尬住。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啊，一个主持人怎么干起了主持的活？没办法，只有我能端住嘛，对吧？料理的师傅可能不会端，因为出家人不打端午。但是呢，我也不后悔，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救场是应该的。假如我主持一档音钟，陶喆先生唱的“哦啊啊”，耶没了声音，那我肯定得，对不对？咚咚咚，那个哒哒耶，陶喆，我也让你哭。你们可能不知道吧？我其实最早是歌手身份出道的。95年呢，一首《阿莲》爆火；96年在全国拿奖；97年彻底过气。消失了几年以后呢，因为和静姐主持《超级访问》再度翻红。你们现在年轻人应该不知道《超级访问》吧？知道。哇，你们都知道啊！当年这个节目有多火，参加这个节目都是成龙大哥、章子怡这些大咖。放到今天，在场的这几位根本上不去，连我都上不去。超级访问播了16年，我对这个节目充满了感情。节目停播了以后呢，我难过的不敢出门，连续在家哭了7天。后来导演组就问静姐说：“哎，
戴军怎么样了？金姐不说话，她就在家也哭。后来外面就开始传了，说，唉，不光节目没了，估计戴军也没了。我寻思你李菁在干嘛？你不给我辟辟谣？原来他忙着做自己的新节目，叫《非常近距离》，没有叫我，我又连续哭了好几天。这2年呢，在网上有一档非常火的男女搭档主持的访谈节目，叫什么？对，毛血旺。今天毛毛没来，所以我要对毛毛说一句话：小心，姓李的女搭档。去年呢，去参加了 Papi 家的访谈，Papi 就问我怎么跟金姐保持这么多年的良好的关系，我随口说了一句，可能是因为我们俩没睡过吧。这句话引起了热议，很多网友就说你还真敢说，还问我这都是能说的吗？我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睡过是不能说的，难道现在没睡过也不能说了？静姐是我邀请去 Papi 酱的节目的，然后呢，我们俩又在节目里面一起打电话邀请了瞿颖，反正不管 Papi 同不同意，我们就得来。我们的活人感就是不管别人死活。其实，我们几个特别像打不死的小强。当 Papi 发现房间里有一个戴军的时候，什么李菁啊、瞿颖啊、胡兵啊、孙浩啊，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呢，各位呢也别嫌我们太活跃，嫌我们烦。我们也是想，到了这把年纪，对吧？趁着还有点热度，赶紧挣点养老的钱。今年呢，我们5个呢会有一档新的，对，旅居的真人秀要播出了。当时导演联系我的时候呢，是这么打电话的：军哥，有个大活儿是在云南边境录的，需要几个口才好一点的嘉宾。最好呢，你帮我联系一下年纪大一点的、财力雄厚一点的，你懂吧？我懂啊。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静姐，静姐第一反应就想到了报警。没错，年纪大了就是干什么都很心酸。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我现在经常和05后的一起打球，发现现在年轻人更不容易。我们经常打到一半，突然就拿出了电脑，上1秒钟还在打球，下1秒钟开始打工了。前2天和大张伟在录一个音中，他说最近工作太多，累得都撑不住了。我想和大老师说的是，活人感，最重要的是你得活着。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身体嘛，工作太多你就跟我说，我替你接呀，对吧？我要是接不了，还有李菁啊、瞿颖啊、孙浩啊、胡兵啊，都可以替你接，是不是？好了，谢谢大家，我是戴军。谢谢戴老师，戴老师，感谢我们戴老师，感谢。哎呦喂，戴老师啊，我好开心啊！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哎，今天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我的手机。上个礼拜我去寒山寺还愿了。哟，我真去敲钟了去敲钟，然后我问那个大姐，因为那个钟很大嘛，那个锤子也很大，就撞一下很累。我说那个怎么收费？他说敲3下20块钱。哎，您要不要敲108下？108下还可以啊！我跟你说，先受不了，720块钱我付得起，但敲108下真受不了。所以我就咚敲了3下。戴老师啊，要说起故事来啊，这是能说的1001夜，你知道吗？来，戴老师，开始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因为我们这次要录那个5个人的那个旅综嘛，旅游综艺，我们就说那个突然之间那天就静姐拉了一个群，我胡兵还有我3个人一个群，我就说那个什么事儿，兵哥有什么事儿吗？他说那个老戴，我跟你认识了有20多年了，我都没你的微信，我加你一下。我说你疯了吧？你每一朋友圈你去看看，你每一条后面我都留言了，留了10年了。关于戴老师的那个微信的名字是吧？他叫 DJ 啊，因为戴军对外戴军。好嘞，谢谢我们戴老师，今天的这个脱口秀非常精彩，对不对？
下面一位演员跟戴军老师一样，一把年纪了，突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每次他一出门，都有人问小乃文啊，今天又在哪里闯祸了呀？他们再会闯祸，哪有我们脱口秀会闯祸呀？别说了，再说真闯祸了，好吧？好，哎，那掌声有请本季最后一位嘉宾李乃文。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乃文。今天，谢谢，谢谢。今天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挺紧张的，怕出错。讲笑话我呀确实不太会，但是闹点笑话我还是挺擅长的。我那些事儿，雪琴刚刚也讲了，像我直播看弹幕，对吧？居然还把比个小树杈看成了比个小裤衩，但这些啊，实非我所愿，所以大家请放心，今天我肯定会好好演，保证不出错。当然了，之前我也是这么保证的。我呢，第一次去录综艺啊，其实也挺紧张的。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节目找我，一是我也不太会。二是经纪人呢也怕我不太适应，所以就都帮我拒绝了。那我为什么去录五哈了呢？陈赫，他居然敢跳过团队来找我，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只能战战兢兢的去录了。录完之后啊，我对陈赫的感觉又爱又恨。爱是因为我录五哈出了个圈，恨是因为你怎么不早来找我？你早让我去丢脸，我不早就出圈了呢？我呢也没想到，录五哈能录得那么的顺利，甚至都有点没玩够。半夜，我给团队打电话，我说：“哎，我能不能再多玩一天啊？”挂了电话，我就琢磨，这不是小孩给家长打电话时候才说的话吗？你看，要么说呢，综艺啊，真的是越录越年轻。所以我上综艺啊是老来得粉儿，综艺找我，他们是老来得子。去那儿一趟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一开始录制的时候，我说实话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闷头瞎玩。哎，就比如说抽象这一块，去年我只能叫新抽，那今年那肯定是老抽了啊，甚至开始学会欣赏他们的抽象，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脑洞真的是美轮美奂呀，所以我可以宣布，在我心里，啊，抽象派的代表只有3个人：邓超、陈赫、毕加索。我都不敢想象啊，他们往后还得抽象成什么样？不是有句老话吗？人越老越抽抽，对不对？说到抽呢，最近有不少人拿我抽烟开玩笑，甚至网上还有人说我是禁烟大使。禁烟大使，啥时候的事儿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再说了，就是我自己都没做到的事儿，这怎么可能还有脸要求别人呀？对不对？所以呢，作为非禁烟大使，我还是可以负责任的建议大家，烟要少抽，相可以多抽。上了五哈之后呢，还有人夸我帅，说我是书圈天才啊。其实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吧，我上中戏的时候啊，被列为4丑之2。哎，真的，其中还有一个丑，知道是谁吗？不知道，谁呀？王千源。真的，到现在他还不服呢。所以说啊，书圈天才，我真的受不起，我最多也就是艳压王千源。现在我没想到，现在反倒不用比丑了，但是需要比心。这个比心呐，我刚开始挺羞涩的，真挺羞涩的，但是现在，哎，
不能说是信手拈来吧，但多少是有点不知廉耻了。怎么比都行，比什么心都行。啊，小心，脸心，大心，还有一个谈心。好，要不是今天时间有限，我能在这里爱你们10000年。综艺呢，也让大家看到了我的胜负欲。其实啊，我私底下胜负欲就很强。我打个比方啊，去年我跟刘学义在东北拍戏，在现场他呢随手就捏了个雪团，然后啪就砸在了一棵树上，让我看见了。完了，比吧，看谁准呀！好家伙，我们俩从早比到晚。你们想想啊，冬天在东北山上还下着雪，我们俩真的是就一直比，也不知道比什么，反正就是傻比赛，真的，一直比到晚上，都看不见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刘学义，真的他都开始拦着我了。他说：“哥，别砸了。”那是摄像机，那不是小树杈。我说还行吧，最起码没看成小裤衩。这就是该死的胜负欲。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胜负欲，哎，我才玩赖，懂不懂？我那时候跟我们同学打牌，那真赖，你们都不知道有多赖，能藏牌就藏牌，实在藏不了了，那就硬赖。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个解放天性，啊，全用在玩赖上，这叫什么？学以致用，对吧？我们学表演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没有小角色，只有大赖皮。哎，刚刚雪琴还说呢，羡慕我玩赖。雪琴，我跟你说，你别光羡慕啊，你得学。比如说以后啊，下次拍戏。你就赖，你就跟导演赖，你就说我就要跟蒋奇明演夫妻，我就要跟他演吻戏啊！哦，你好像已经学会了，是不是？你看，要不说他能考上北大呢，学玩赖学的都比别人快。行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活人感。哎，活人感就是要暴露真实的自己，对吧？不管是缺点，还是缺点。就像我，规则听不懂，啊，眼神不好还脸盲，这都是活人感。而且，这种活人感在我们这个行业属于稀缺资源。就比如说一些演员吧，演戏的时候，台词说不清，表情僵硬。所以说，年轻的艺人们，作为一个老人。奉劝你们要努力，要学会进步，你这样才不会被取代。但是呢，也别进步得太快，因为我也不想被你们取代。当然了，如果你们要是进步得太快，我也不怕，我可就要耍赖喽。谢谢大家，我是李乃文。行，说是忙的，是不是？刚讲完脱口秀，就得马上去准备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了。哎，不过李老师啊，今天竟然没有捅娄子，我们这不白请了吗？没关系，我们直接给他准备了一个娄子。对，下一个环节是小北访谈，没想到能坚持到最后一期。这个小环节冒犯了那么多的嘉宾，没想到小北访谈竟然还能活到现在啊！是的，更没有想到小北竟然能活到现在。哦，看来小北才是这个节目活人感最强的角色。李乃文老师也是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不知道他们俩谁能接住谁的招呢？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小北访谈吧。幽默访谈，回答不难，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北访谈，我是主持人小北。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演员、书圈男神李乃文，欢迎乃文老师。大家好，我是乃文啊。乃文老师啊，你的粉丝给你取了个英文名，叫做 Never， 哈，我可以叫你 Never 吗？
你介意吗？介意。乃文介意 ，never mind， 那还是不介意，还是不介意。之前您上综艺啊，这何炅管你叫弟弟，震惊了很多人。后来一查，发现你比他小6个月。是，是这样啊，我们看上去呢有点差辈儿哈，但是呢，其实年龄差不多。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嘛。那何炅老师是红了那么多年，一直没老；你是老了那么多年，一直没红，不太一样。哎，那我就好奇了哈，为啥何老师不在书圈里面呢？是不是你们这个年纪保养的不好就能进书圈啊？你这样啊，你呢让他别染头发，你看看他什么样，啊？哦，我估计到时候可能大家也就不叫他何老师了，哦，叫他何老。乃文老师是因为影视剧被大家熟知的嘛？听说您之前演过多年的话剧啊，在线下。是的啊，我呢自己的理念就是要用话剧的养分来充实自己，然后再反哺影视的表演。哦，这个话术我特别熟，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也是这样，就上不了线上的节目，就说自己一直深耕线下什么的。哎呀，我这边还有点事儿，但我看过您的话剧，演得特别好，喜欢。啊，是吗？对啊，这个不像我哈，5月份开演的线下专场 C 啊，除了爆笑、幽默、犀利以外，一无是处。您演的话剧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哈。啊，行。您演了这么多角色啊，集结号、大秦帝国、悬崖之上，但我说实话，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您演的那个武哈。那里面角色真的很生动，你演的那个一个特别爱讹人的一个老人的形象，我特喜欢。我这事儿挺着急的，其实。但这就是好演员，上了综艺也能演得那么生动，喜欢。哈，说的也对。您看您这人就有时候有点爱生气，但是特别好哄。啊。乃文老师，我收集了几个粉丝的问题啊，但能不能问一下？但我这人怕闯祸。没事，你问吧，反正我祸闯的也不比你少啊。行，那我问了啊。乃文老师，我特别喜欢你，可以说整个书圈最喜欢的就是你，仅次于张颂文、于和伟、王阳、王凯、杜淳、李健、聂远、冯绍峰。首先呢，感谢这位粉丝啊。靳东、王耀庆、刘恺威、钟汉良、冯德伦、张晋、潘粤明、胡兵、陈建斌、王耀庆、刘恺威、宁理、张嘉译。你这，哎呦呵，好多喜欢的。还有吗？还有个问题，乃文老师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表演，说你表演好呢啊。对，这个可以。您能给我演一个那个吗？就是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个恶意卖萌。亚米，我是一个粉红色小蛋糕，救命救！哎呦，这时间差不多了，我得锻炼去。哎，对，乃文老师，我听说上您这个岁数，一般就是去什么海河里跳水啊，要不就是天桥讲相声，要不就是那个撞树什么的。今天我特意也把这个2个角给你换成个树什么的，你也方便锻炼什么的。这就是你们的访谈，挺好。哎呀，正好我还带了个，哎呦呵，剪子。我是觉得，反正是树来了也别白来呀，对不对？干脆给它剪了得了，你说呢？不是啊，创上去。哎，包括你，我觉得你这个发型也应该剪剪啊。我这不用吧，不用吧？啊，不，还有，整个这个环节啊，整个这个环节全都剪掉，反正也是抄国外的，对不对？这线是哪儿的呀？我看一眼。乃文老师，这摄像机的线。乃文老师，别管我。那个服装老师，能帮我拿件衣服吗？服装老师，这剪的也太狠了。那个道具老师，你把那个道具也拿一下。哎，你是什么老师啊？我是嘉宾。哦，你是那个刘，那个李，那个赵，那个王天辰。王天辰，你好，老师，王老师，你好，特喜欢你，来坐。之前刷过你那个演电视剧什么，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拿着专业户，
男二专业。天辰，我那个嗓子有点干，你帮我拿杯水呗，就在那放着呢。但是粉丝300万。哎呀，怎么能让你拿水呢？别看，开玩笑呢，特别开心，今天来这儿，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啥的啊，而且粘性特别高。那个天辰，你看这块儿，这稿子写的行不行？你看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不满意我们就改，没事儿。写行不行？你看，行，可以，不愿意啥？没问题。刚才都开玩笑呢，开玩笑。我看过你们俩的一些采访，你搭档评价你的吻戏，说您是牛耕地式的吻戏，接吻像牛耕地。所以你什么时候去种地吧？有机会一定会去的。行，这个资料里面还说您之前演过《芳华》，不是《芳华》我看过呀，你是哪场戏的群演呀？我怎么不记得了？我是那个吹小号的，也算是主演之一。我想起来了，当时是那个大院子弟，是不是？对。这资料里面说你现实生活中也是大院子弟哈。是的。那合着你里外里你没演呀？你这本色出演属于没演。嗨，这演戏嘛，就像生活一样，是生活一样。对。那你当时跟那郭晓婷是不是也没演？你俩？刚才都开玩笑，都是节目效果，大家不要当真哈，都开玩笑。这个，然后我看你生活中也挺有节目的，是吧？然后当时去机场的时候怕粉丝多，然后公司请了2个安保，结果落地发现没粉丝接，你知道这不跟我一样吗？然后有一次还有2个安保把你架出去了，别人以为你犯事了。对，是。这个公司请安保也是为了保护艺人，是吧？就是，毕竟不怕1万，也怕万一啊。但你又怎么知道请安保没有用呢？大哥，哎，我错了。哎，天辰，我错了。哎，不是带我去哪儿啊？我还没录完呢，去哪儿啊？咱们。戴学老师，不好意思，让你等太久了。我刚才不知道被哪个保安架去5公里，我才回来，刚打车。哦，没事的。我跟你说，我做采访的时候也经常等嘉宾。不是，但今天您是嘉宾啊。你也知道啊。戴军老师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一批艺人了。出道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你看多老，特别老。我年轻时候的照片都在山东的石壁上刻着呢。啊，那个，而且戴军老师是全能艺人嘛当时靠《阿莲》这首歌火遍了全国。您不仅是歌手，还是主持人、演员、作家、投资人。尤其那个主持，我特别喜欢当年你那个作品《超级访问》，对吧？所有人都喜欢。不是，我说的是那个配音，就那寒山寺那个配音，您当时那个咣配那个，我特别喜欢。你咋想的那个小脑瓜？你当时？那个众所周知啊，戴老师还演过影视剧啊，演过年代剧《繁花》，饰演金老板。当时有一个跟范志毅的有一场戏，被范志毅一脚就踢飞了，当时什么感受？哦，那是我第一次理解足球，零距离感受了国足的魅力。戴老师，你今年50几？您双眼皮是割的吗？戴军老师，您当年那个超级访问是谁火访问谁？人家 Papi 酱怎么是访问谁火呢？你说你。不好意思，戴老师，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期，马上杀青了，我想问的犀利点儿。啊？他们跟你说这最后一期了？对呀。跟我说是换人了，说后面还有40多期，这是年番啊。唉，小北啊，你也访问了1季了啊。我来访问你啊，你是不是对这个绝间访谈强行侵权呢？那就没有。好好说，小北。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绝间这个形式啊，其实跟什么脱口秀、sketch 啊、吐槽大会都一样。那怎么没人说他们呢？因为这3个比你好笑啊。小北啊，你平时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吗？这不吐。乱丢烟头吗？不丢。那你在台上怎么那么没素质呢？我错了。那你以后还这么没礼貌吗？嗯。保安，来，保安。
哎，不是又干嘛呀？又去哪儿啊？送到10公里外。别呀！哎呦，我还没弄完呢。哎，幽默访谈，回答不难，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军访谈。起来，你戴军老师，你让我来吧，戴军老师。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让我们祝小军访谈收视长虹。哎，本轮小北被访谈环节是由微博网友参与的喜友玩啥你来定投票活动选出，感谢微博网友们的大力支持啊！接下来请欣赏 sketch 八卦隆中。很久以后，在一个叫无瓜之城的地方，所有人都被禁止谈论别人，禁止蛐蛐人、嚼舌根子等行为，违者将被判处有期徒刑444年。大哥，不好了！大哥！大哥，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大哥，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大哥，原来不在这儿。你给我站住！不是孙公子，你上来光亮相是吧？你但凡回头看我一眼，你眼里还有我吗？你在这儿呢，大哥。啊，我紧张啊。咋了呀？老三聊同事的八卦，被发现了，被佛波勒执法队带走了。哎呀，我就知道老三有此一遭啊！跟他说了多少次了，我们八卦帮是只收集不传播。对呀，那你要传播，你至少有点暗号吗？你跟那人关系咋样啊？我一直不太喜欢他。哎呀，他这个人呐，你至少应该这样嘛，是不是？对对对对。哎呦，不过我还是相信老三的为人的，他应该不会出卖我们。不一定吧？啊，老三的嘴多碎呀，有吗？能信他吗？啊！哎，大哥，我告诉你，老三这个人呢，不要在背后蛐老三。我告诉你，我不想听，我要说，我不能听，我只要说，我绝不能听。那算了。难受，太难受了。我们这种人就是忍不住，我能忍住，老三他能忍住吗？是，看来此地已经不安全了。来，老二，这是我总结的最新传闻汇总，你拿着先走，我殿后。大哥，我别说了，不用担心我，我懂。我想看完再走，可以？你赶快滚！好嘞，好嘞，大哥。往哪儿跑啊，宗老大！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里就是你们的据点了。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好好说话！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你一个人吗？我就一个人。大哥，哎，你不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你快走，快走，快走！老二，你要不回头看一眼呢？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大哥一个人干的。哦，叛变这么快吗？总算是抓到你们了，跟我走。你走哪儿去啊？哎，不是你有证据吗？你就抓我们？哎，对呀，你有证据吗？跟我要证据。好啊。茶水间，区同事和领导的圣地。有多少话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就那一句，哎，你知道那谁谁谁吗？这就是你们的暗号。哦，有个饮水机就叫茶水间了啊！我爱喝茶不行了品茗不行吗？嘴硬，炕头，嚼舌根子的天堂，再嚼上一把瓜子儿，不知嚼碎了谁的一生。哎。你知道那谁家小谁吗？哎呀，都30啦，还没找着对象呢。我听说呀，他秃顶了。承不承认？这个我承认。这个老二，我从3岁就开始秃顶了。承认的是秃顶啊？对呀，对呀。我有个热炕不可以，我湿气重，我祛湿，怎么了？好，不见棺材不落泪。哎，村口最强情报站，谈笑间必有人身败名裂。这个
是你们帮派的图腾吧？你放尊重点，这是我三姑姥。你放尊重点，这是我外甥女儿。你俩啥辈儿啊？这事能告诉他们二叔公？你想说就说呗，大舅哥。不是，到底啥辈儿啊？这是想知道吗？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得着吗？跟我来这套是吧？好，那你们看看这个八卦帮。大哥，他拿出了这个，我就没办法，只能告诉他了。好，我们承认。承认就好，但是我们没有传播八卦，我们传播的是八卦掌。八卦掌起源于周易，是清代末期民间一种广为流传的掌法。给您介绍一下，其掌法有推、拖、盖、劈、跑。枪起源于14世纪初期，它的特点是快、准、狠。被打中之后送进医院也不一定能救活。什么？承认。现在能好好聊聊了吗？请坐。你们承不承认传播八卦？不承认。我已经调取了你们的手机数据，你在一篇吃瓜帖下面停留了4个小时，你在干什么？我在便秘。我说手机，我手机便秘。不是我手机卡住了，所以你承认那是你的手机啦？大哥，那也只能证明他看过，不能证明他传播吧？好，那我说说你的问题吧。你建了很多个500人大群，在里面转发了很多 PDF， 你又在做什么？这上面都写了素人飞升后被曝整容，你打开看看呢？丑小鸭变白天鹅。我转发动画片也不行了哦，那看来你俩还真不是。误会了，我接个电话。查清楚嘛，这是。喂。啊？什么？最新的版权纠纷案？你说，好。你俩干啥呢？干啥了？哦，你俩是不是想听？当然不想听，当然不想听。来，听听没事儿，不传播就不违法，是吧？但是我只能跟一个人讲。我已经准备好了。老，我跟你说吧。我不能听。我你，真假？不许传播。你说，你怎么没跟我说？你说，你跟我说清。大哥，你怎么样？什么事儿？这事我太感兴趣了。我一直关注。我真的不能说。你不说，你不说的是吧？我也不说。你不说的话，我就演草莓小蛋糕了。我是一个粉红色的草莓小蛋糕。别再整这些脏东西了。我说，其实他刚刚是说呀，这个是不是传播了？是不是？钓鱼执法。你是真脏。大哥没关系，都是我的错，我逼大哥说的，抓我吧。不，是我没忍住，我主动跟他说的要抓我的。抓我，抓他吧，抓他吧。你们2个我都可以不抓，但是你们要为我做一件事啊，把刚才那个瓜无限放大传播出去，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啊？不行啊，我们不会呀，没这功能啊。对呀，话术我都准备好了，就按这个来。什么意思啊？什么话术啊？震惊！他俩30年前就有矛盾了。30年前，有的人还没出生呢吧？没出生就不能有矛盾了吗？啊？只有这样大家才愿意看嘛，才有噱头，噱头越大，传播的就越广，传播的越广，我能抓到的人就越多。哦，你到我们这儿搞养成系来了？啊？
你把我们这当什么地方？我们是八卦帮，不是造谣帮。我们不信谣，也不传谣。好，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那种什么营销号了啊？把揣测当真相，煽动网民情绪。我们八卦帮也是有底线的，我们绝不添油加醋，除非钱到账户。绝不这是弄虚作假。对。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只能把你们带走了。不用你带，我们自己走。走之前，我想起个音乐。生气呀！老二，大哥做这个决定不会怪我，怎么会呢，大哥？大不了进去陪老三吧。哼，这些日子东躲西藏的也怪想老三的。找他玩玩，老三，好样！走。大哥二哥，不用找我，我回来了。老三，你怎么回来了？我费了老鼻子劲把你俩全都出卖了，然后把我换回来了。老三呐，你出卖我俩，你喊那么大声干嘛呀？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不是，我就是有点想你俩了，我待进去那么长时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想我们俩可以去看你呀。对呀，你有必要出卖我？那你俩人都三位，拿这当自己家仓库呢？不然呢？我还在这儿呢。哎呦，差点给你忘了，大哥二哥，我这趟不白来。刚来那一会儿，他传谣言那些话，我全都录下来发给长官了。现在抓谁还不一定呢。你是哪来的自信呢？啊，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你说的话呀？你们不能相信他，跟我没有关系。我走了。大哥人到齐了，咱干嘛呀？肯定是不能再传八卦了。那干啥？传销。你终于出了，你进去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八卦帮总得传点什么，不能就这么散了吧？要不，还是传八卦掌吧。八卦掌起源于周易。哎，大哥，你说周易他这个人怎么样啊？周易这个人呢，我一直不是很喜欢。这个人呢，不光是八卦，他还喜欢阴阳，是吗？来，老三，你拿点。你说周易他跟谁有关系？他二叔公我熟啊。谁？周杰伦呐，是他小舅。谢谢。那我们有请到就是我们的俊涛宋木子，送张照片喽。宋木子，哇，又来了，俊涛。行，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宋俊涛。大家好，我是宋木子。二位啊，就是应该是老朋友了。今天这是第一次合作吗？哎，真是算是第一回合作是第一次合作。对，这次合作您感觉是怎么样呢？因为涛哥他是以戏剧流这块对著称的，我们是以狗血流著称的。狗血啊，所以我们俩的新组合就叫戏狗组合。涛哥啥感觉？之前没合作过，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挺有意思的啊。那这次合作的，这离近了，冲击感太强了。那么谢谢二位，雪琪，哎呀，太好了，又见面了，我太想念你了。是，好久不见了。呀，是啊，你说咱们上回拍戏，我还历历在目呢。后来你也整不少作品吧？哎呀，没有你整得好，影视综艺多期发展。哎呀，你整的也挺好。哎呀，雪琴，咱俩就不要互相谦让了。来，我跟你说啊，要说整得好，还得是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整颗蓝莓才好喝。来。哇哦，超多整颗的 blueberry， 新鲜 and delicious。整颗蓝莓好好喝。哦，对了，新鲜是 fresh 啊？是吗？现在是我们节目最后一期了，而且现在这个环节也是到最后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活动了。今天来了这些嘉宾，对吧？他们虽然是第一次来，但也没有空手来，还为我们准备了收官的一个小礼物。有请戴军、王天辰、李雪琴、阎鹤霞。尊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各位喜友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喜友秀》第1季即将迎来收官，
你听，收官的钟声已经敲响。咣咣咣！我们不怕收官的钟声太吵，再吵都没有大张伟和付航的声音吵。所以我们把他俩赶了下去。又吵又闹会被赶下舞台，有 CP 才能一直留在舞台。我们在这里感谢这一季所有喜友的到来，以及感谢现场、电视机前及全世界各地部分朋友的观看。我们对这个节目感情很深，明明只来了一期，但就是很深。这个节目可以不要大张伟、付航，这个节目可以不要脱口秀，也可以不要 sketch， 但就是不能没有。阿木西小红书、飞鹤极狐兰蔻，各位赞助商，这个节目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你们。什么是喜剧？喜剧是大家的纯真年代。什么是喜友？喜友就是有一群嘻嘻哈哈一直到老的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不会合唱《难忘今宵》，因为预算有限。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不会包饺子，我们只会包你满意，包你开心，包你无论什么时候想念这群喜友了，打开节目，大家都在。感谢大家收看最后一期的喜友秀。希望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喜要笑。Everybody， 亲爱的朋友，现在到了什么时候？现在到了回顾今夜喜友秀这一季嘉宾说的那些精彩笑话的时候了。笑话来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吧。陈伟霆说他现在红了，被叫好命哥。那他以前不红的时候叫什么？他叫天天不应，他叫地地不灵，他叫爷爷爷爷接电话。嘻哈说他去拔牙，医生说不会疼的，然后直接摁住他就开始拔。这就像很多戏剧作品突然间上价值一样，干拔干拔干拔。方主任去走秀，要演压赛过杨幂，让造型师给他准备最美艳的纱巾。造型师按照他的要求，打扮后佩服地说，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土的穿搭？泡沫说节目里来的男嘉宾一多，灯味儿确实就容易很重。像今天的戴俊彦和尚，还有大张伟、付航，他们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周奇墨说了一个真理，在一首歌里，只唱写你爱我，我也爱你会不好听，但你却无法抗拒那段洗脑的旋律，就是你爱我，我爱你，有多冰城甜蜜蜜。小鹿说他去攀岩，学会了有东西扣住就安全。后来他去挤地铁，没有了吊环，他扣住了一位大爷的鼻孔。大爷说，原来这就是会呼吸的痛。好了，笑话回顾的差不多了，咱们最后一期了，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活人感，我们大胆开麦，大胆开麦。哎，这节目做的一般啊，这节目做的非常一般，就这么敢说，就这么敢说。大老师，咱们要的是活人感，不是作死感。我真的就是这么敢说。现场观众朋友们，我要问你一下，是不是做的一般？你们现在坐这个座位是不是坐的一般？一点都不舒服，对不对？对。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每个人上一个头等舱大沙发，就这么坐着？坐着就感觉太一般了，对不对？这我太同意了，就该让观众们躺着看节目。
对，就对着天花板就乐就完了，对。但是现在朋友们，咱们说出我们的心声了，我们都有活人感，好不好？如果您现在觉得您那个座位啊坐的实在太一般了，咱们就大声说出来，怎么样？我们就问你们说一般，好不好？让他们都听见，好不好？跟我们学习一下，我手这么一这样，你就说一般啊，3、2、1，一般好了，走你音乐。你们坐的椅子还舒服吗？一般。你觉得坐你旁边的人怎么样？一般。这段互动你们还喜欢吗？一般。今天嘉宾表演精彩吗？一般。没礼貌。太没礼貌，尤其是你怎么喊那么大声？对，一般人都比不上他们，是不是？对，嘉宾多精彩，掌声再次鼓励，谢谢。真的是不要再闹了哈，不闹，只有你在闹，只有我在闹，我好闹。其实从头到尾你就闹，但是大家就喜欢看你闹。哎呦喂，那不是因为有您陪伴吗？谢谢。谢谢咱们大家好啊，因为确实是，你说不管是多么开心的一个节目哈，到最后一期总有点伤感哈。现在就是真的就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哎呀，真的有点感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突然你把这个，因为你是个人呐，我们都会感动的啊。是，当然就是这一季的节目，大家只要看到任何一个笑点能让您开心一瞬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非常知足了。是的，谢谢各位。如果各位看了这一季呢，觉得没有一个值得笑的，那您也不要生气，我们呀就只能说 ，Sorry， 我是大笨蛋，大笨蛋，对不起。是的，这一段莫名其妙，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对，这就代表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素太多了，什么内容都没记住，让人看。对，就是您说的，那也没关系，您只需要记住什么呀？我们都会开骑马同车，这是我们立下的誓言，愿起我们的愿，要干干净净到永远。是的，我知道没有人懂我们在干嘛，对不对？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啊！刚才这一段，如果您没看懂，说明您是一期没看过，对，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抠哪个 back， 对不对？没关系，没准我们这个小节目还有第2季呢。您各位啊，想不想蹲一个，来蹲一个，来蹲一个。是的，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完全的。如果说这个节目就是自娱自乐，对不对啊？自娱自乐又怎样？刚才演这一段完全不顾及一位路人观众的感受。那也没关系，您虽然是路人，但在我们眼中您还是宝宝。你说宝宝，我的宝宝，我的爸爸。非常感谢，谢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伴舞要弹孩子，是。刚才我们回顾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一季的好多音乐秀的部分，必须的，真的是啊，值得回顾啊。很多人没看过，当然觉得莫名其妙了；看过之后更加莫名其妙，好吗？谢谢各位了。刚刚大家看见了这2位哈，非常忙的啊。但当然说他们这2位呢，其实呢，各位看到他们演出呢，就可以领会到我们喜友秀的宗旨了。我们喜友秀的宗旨就是不上价值，只上伴舞。来吧！大的人生。要大小枯荣，大梦去风，如花在眼窝。要如花在眼撒谎，要如花在眼窝。感谢2位，感谢。是的，谢谢2位，哇塞，你看看多客气！节目的最后给观众磕一头，然后反磕。非常，今天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最后一个节目结束了啊，真的是啊。其实我非常享受于这样一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值得，很值得在于每期都会一起编后边这些音乐秀的稿啊，让大家都非常开心。我认为这个人生活着吧，就是说任何值得的事情都是需要遇见挫折的，但是重点就是在于我们学会的是什么？不要在意那些挫折，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完了一季。好开心啊，是不是？还要说2句吗？为什么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因为我们拥有大张伟。感谢大老师，感谢大老师。对，人生为何越来越辉煌？因为我们有富啊。
怎么着押什么韵啊？但是真心的就是感谢各位，这个世界上什么能替代水？只有我心中的大张伟。大家不要没事瞎忙，一定要多看富航，好不好？不要再押韵了，不要再押韵了。重点就是喜剧如果长了嘴，他就是大张伟。谁的舌头这么长？那就是富航。不要再说这些了，重点就是在于我跟大家说，他还有，哎呀，说，富航老师要说两句啊。中国综艺两条腿，有一条是大张伟。好，这我认了啊！好了，不压了。然后就是真心的，就是感受哈，就是说这个节目还是说我们就觉得挺开心的，希望各位也看一开心。各位要记住我们的节目，有没有第2季，有没有以后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我们有此时此刻的快乐。谢谢各位。我们的节目叫做什么？今夜喜有笑，今夜喜有笑，烦恼给他一大红包。朋友们，来吧，一起来，都来了，演员朋友们都上来。是的，有请所有的喜剧朋友们。烦恼给他一大红包。好嘞，来，亲爱的朋友们，来。非常感谢今天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也是本季和大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了。非常感谢新老喜友们的精彩演出，谢谢各位。那么今天晚上所有的喜友秀呢，就到这里了。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你们神圣的一刻，拿起你们的投票去哟！谢谢各位，为你们最喜欢、让你笑得最大声的那一位喜剧演员而投票，他将成为今晚的安慕希最有料喜友。投票开始，请选择。好的，投票结束了，到底会是谁呢？真是太令人期待了。我们来最后看一看，安慕希好喝超有料，快乐马上来报道。今晚获得安慕希最有料喜友的是第一，谢谢。恭喜李雪琴！谢谢，感谢。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感谢大家还记得我。其实我确实好几年没有回到脱口秀的舞台上，这个月见到大家非常的开心，然后见到一些我的老朋友们和这2年的一些新朋友们，其实百感交集。希望脱口秀长长久久，希望我们常相见。谢谢。感谢雪琴最有料的祝福，谢谢每一位嘉宾朋友们，谢谢每一位演员带来我们的欢乐，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不被人设绑架，大家都做有温度的真人，永远鲜活，永远保持活人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是的，我们喜友秀呢最后一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最需要感谢的是谁啊？是咱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用了一整晚，用了一整季的陪伴，谢谢各位。在这么开心的时刻，还有更开心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新鲜蓝莓超大颗，安慕希有料超好喝，感谢超好喝的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有事儿就问小红书，活人答案靠得住。感谢答案都是大活人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飞鹤顶配鸡脆，突破性母源自护。本节目由更强自护、更好吸收的飞鹤鸡脆奶粉赞助播出。精致大空间，舒适不一般。感谢大空间越级纯电家教的激活 S3赞助播出。同样感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位老师为节目的付出和努力。这一季的喜友秀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希望大家永远开心，收官快乐，再见。天辰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挺逗的，像天辰这种搁台上唠嗑式的脱口秀，很精彩。你这种自己的风格，大家才爱看，我觉得很好。然后戴军老师太棒了，戴军老师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呀。从小也是看戴军老师的节目长大，我就觉得今天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没有什么包袱，也没什么架子，然后我就猛往自己身上砸，就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刚上大学那会儿，那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先生呢，乃文老师那个先锋话剧就给我逗得前仰后合的。两只走
钻石牌、钻石型、钻石牙刷。那你有看过就是他模仿陈赫撒娇的那个片段？那我没有。没有一点就是说犹豫，也没有一点就是说反抗，甚至很乐在其中。我感觉撒娇那个才是李老师的舒适区。那你能模仿一下刚才那个？我觉得你能超越他。我应该超越不了，我不是很擅长像这种。我其实真的不是很擅长这种东西，其实我是一个正剧演员，更喜欢一些这种。我觉得戴军老师有活人感。军哥，他真的，你感觉他生命力很旺盛。我喜欢这种活人感，就是他永远都有耐心，然后有这个快乐的事情跟你分享。我觉得我喜欢军哥这样。嘻哈，他太活人感了。哎，我之前跟嘻哈拍的那个，就是我们俩在喜单里面不是，第一期录的蛮好，然后上了一个大屏嘛，然后我们俩跑到那个大屏下面去蹦蹦跳跳，就很开心。那天，我觉得就是那一瞬间流露出来的东西，就是会很真实。最有活人感、最舒适吧，就是一天收完工之后，然后最后在自己的车上能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啊，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广播，然后放松一下，看看晚霞，这样最舒服。我印象最深的，那当然是我和何文俊老师的那一期了。就是具体的是那个瞬间和画面会让我比较深刻，因为确实时隔很多年没有在这样一个很熟悉的场景再坐在一块儿演一个节目了。是我来录制的第一期，大老师那首新歌，当我转过头看到所有人拿那个马桶盖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场景还是很震撼的。太震撼了，到现在我都把那个做成了我的表情包。我想开啦，就是这个表情包，我觉得太好用了。哎呦，咱们这个节目，说实话，以现在的个播放量和这个影响力来说，这个名场面太多了，我真的是数不胜数。但是你说最好的，肯定还是我参与的小北访谈。你印象最深的女嘉宾？陈伟霆真的特别专业，然后特别敬业，他演的也很好。当时还有人担心他是不是真生气了？反正后来我再跟他说话，他没理我，我应该不是真生气。什么节目啊？这是有病！感谢今夜喜有秀的导演组能一起跟我做这个小北访谈，谢谢你们一起陪我胡闹，再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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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第二季的话，一个多么美好的畅想！这节目还有第二季。播出，欢迎各位喜友齐聚我们的喜友掷骰子，完成任务。四步，你做过什么听起来没有意义但是很快乐的事情？谈恋爱，淋雨的时候谈恋爱，好浪漫啊！最近代言了什么感冒药吗？没有。第二组来，喜友你造吗？我们来造句游戏啊。戴军哥因为爱而不得，所以唱了阿莲。这首歌对他来说真是中彩票了。王月来吧。我们书圈天才的段王爷在马桶圈上干啥了呢？段王爷是我的一本书啊，就是他也可以是个人。2，用演技说话。真的假的？对象，你不能扭捏。真的假的呀？真的假的呀？喜有笑，今夜喜有笑。别用手指头皱着小眉头，烦恼串成脚，畅快一脚踢走。今夜来西游，欢笑不知愁，乐子酿作酒，畅饮一杯放空。谁要开心谁请拍手，谁拍最响谁最优秀。Everybody， 亲爱的朋友，
现在到了什么时候？西柚秀，今夜西柚秀，烦恼给他。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5、12点抢先与喜剧好友一起解锁年轻人超爱看的欢乐秀。每周6、12点，会员专享喜友们收工后的欢乐 party。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今夜喜友秀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今夜喜友秀，看喜友们的精彩花絮。上快手搜索今夜喜友秀，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上新浪新闻后端搜今夜喜友秀，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今夜喜友秀，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喜友秀。爱奇艺。